你若真心待他，就该接受，他得承担这样的宿命。宿命比一魔还不可战胜吗？镇店之宝《大荒无经》却是一部精妙无比的传奇武学，这么多年来都没有道宗弟子能够参悟。除了周通，我怎么才能去学啊？荒殿尽头，武学殿。这老前辈什么人？这么厉害？我也不清楚，他在这里许久了，功力比师傅还深。可能你真的没这个缘分吧？道宗的规矩怎么这么奇怪？荒殿弟子不能学荒殿武功，还叫这么一位高人前辈镇守大门，当真是为了防一个周通？或许那位老前辈说的对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确实不到修习大荒无经的时候。你小子竟然打起大荒无经的主意！你林动是神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你有吗？林动师兄，你非得这么干吗？习得大荒无经，是唯一能打败周通的办法。诸位，是我在道宗最信赖的兄长和朋友，大家也都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不死心呗，是不是林动？好，只为了这份执念，我莫凌月全力相助。林动，我们四个合起来，也未必是那老前辈的对手啊！蒋浩师兄怎么想？还想问你怎么想？自己打不过周通，却想让兄弟们给你冒这个险。各位师兄不会对大荒无经没兴趣吧？师兄们都是习武之人，进道宗，难道不想习得上乘武学？若不想，我也不勉强。铜川师兄，铜川师兄，你的心也不是铁打的。若你还想要阳元丹的话，我这就差人下山，让父王再送他180万阳元丹过来，你就帮帮林动吧。林动师兄，林动师兄，林动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真的有把握吗？我打听过了，这老前辈每个月总会消失一天，这一天就是进入武学殿最好的时机。那你确定是今天吗？不管那么多了。跟我来，林动，林动师兄，这老前辈果然不在这儿，但是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在里边等咱们呀？先去看看就知道了，大不了被打出来。好。
道宗真不愧是传承千年的超级宗派啊！是啊，这石碑周遭的能量，就远远超过了大奎城的古碑空间。我听他们说，当年创造大荒无经的前辈，把经中的武学部分化为了4座石碑，名为荒碑。大荒体，大兴钢拳，大阴石剑，阴石剑，这面石碑为什么被盖住了？哎，灵动师兄，这上面刻的可是大荒无经的招式。要说是招式，怎么却有一头巨兽在里头？有股子执拗劲儿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现在该相信我老头子说的话了吧？老前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可知道这荒殿的“荒”字从何而来？肯定是因为大荒无经。望闻生义。远古时期，有一头以锋利肆虐人间的异兽，名为荒。我知道了，就是那石碑岩画上的巨兽。闭嘴！要想知道这来龙去脉，你就别插话。远古高人为了追求至尊武力，企图和这天地间的风象媲美，便把荒兽捕获，化为了大荒无经的4门武功。你若想尽数习得，就先得能抵御住这荒碑中的风象。我二人合力都被荒碑里的风吹了出来，那周通竟能以一人之力抵御风象。他还独自参透了其中3种武学。3种武学，确实是个难得的奇才呀。那这第4种，你连1种都没沾边儿，第4种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4种武学我都学得来。好大的口气！何以见得？因为老前辈你会传授于我呀。哼，我为什么要传授给你呀？你忍心看我这股执拗劲儿付之东流啊？就算是我能教你，以你现在的功力，再进荒碑，也只能被锋利撕碎。请老前辈再给我次机会，周通做得到，我林动一定也可以做得到。那还真不见得。哼！哎呀，老前辈，你说这唯一能习得了大荒无经的人，竟然是个叛徒。若这绝学不传给我林动师兄，岂不是要危害天下？既然如此，那我有句话先说到前头。你当面称我老前辈也好，背后骂我老头子也罢，可不许叫我师傅。我不想跟那个应玄子相提并论。
蒙上眼睛，不能看；闭上嘴，不可言，只需听。怎么像是刀？第一招大型钢拳，我听风。此招的要诀不在身法之快，在闻风而动。趁敌未至，先发制人。师叔，没想到武学殿一点小小的动静，竟然惊动了宗主大驾。听说有门下弟子来此叨扰，我特意来看一看。你这个宗主，只有一个长处，那就是会选徒弟。灵动能在您手下修习，前路定然不可限量。那可不见得。好苗子需要悉心呵护，否则当年那个好孩子也不会落到今日地步。还请师叔对林动多加指教，他身上肩负着重要的使命，不能出现一点差错。那这就要看他自己的悟性和造化了。第二招，大荒体。用以抵御风向，你不可用祖符之力，但也不能蛮横对抗。试着用你的血肉之躯感知风向，与风融为一体。怎么了？扛不住了？还行吧。我林动野心大得很。第三招，大阴石剑。修得此招，可让你追上风的速度。来，拿剑，用剑来追上风的速度。
的就是这样的剑。首先要做的不是追上风的速度，也不是追上剑的速度，而是自己的腿追上自己胳膊的速度。你的速度还不够。好强横的能量！老前辈，传我第4招吧！林东，你刚才险些惹下大祸。老前辈，我刚才，我真的，我就想知道，这第4招到底是什么？你想什么？我知道，不用说了。老前辈，老前辈，刚才那束光照出来的时候，我好像感觉到了一抹的气息。你的感觉确实敏锐，这或许就是你的天赋异禀吧。那么我就告诉你，这里囚禁着一魔三王殿。三王殿，三王殿以风象见长，平日里移动奇快，无影无形，而能够克制风的只有大王无惊。那石碑上的眼睛又是怎么回事？大荒无惊的第4招，不可贸然修炼，否则你的那双眼睛就会落得跟我一样。为了铲除异魔，前辈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。如果我的这双眼睛能够换来世间的安宁，
那我也就值了。只可惜呀。刚才的声音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我也听到了。是什么声音？师兄，那是什么声音啊？我在道宗多年，从未听到过。师傅，你们吵吵什么呀？道宗弟子就这么容易惊慌失措吗？方才的响动，不过是荒殿中的回响，并无大碍。你们且都安心。再有，事关道宗秘传武学，今日的响动，一律不许再提。听到了吗？是师傅。哎，你们说林动是不是已经修成大荒无经了呀？我看不一定。事情进展的如何？发现目标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。你不错，是个可用的人。学得挺快，孺子可教。是谁？胆敢私闯道宗武学殿？童儿，你回来了。你是为三王殿而来。
林东，小心！对太师叔下手，和放走三王殿的，他是同一个人。三王殿呢？跑了？你的推测是谁？会是道宗的人吗？ 难道是周通？你怎么知道？就道宗这2个字，我听了都觉得恶心。哎，悟道师兄，你说周通怎么会联手三王殿，把老前辈杀了呢？也许是为了剩下的半部大荒无经吧。可听说周通也是与异魔为敌，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啊？人心难测。 周通叛门多年，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这三王殿一出去，怕是要到处杀人了，到时候报复道宗也未可知啊。各位师兄弟，三王殿被囚禁一事，乃道宗要命。师父之所以一直隐瞒，就是不想人心惶惶，知道吗？ 大家身为道宗弟子，应当有所觉悟。道宗以铲除异魔为己任，岂可对异魔心生畏惧？师父已经传书三宗，共同追捕三王殿。咱们先别乱了阵脚。道宗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丧事了。 老前辈，你教我功夫，教我品行，教我用心，当然便是我的师长。此刻，我尊您为师，只为了一件事，就是替师报仇。这个仇，你想怎么报？ 我一定要找到周通。要说勾结异魔，周通绝无可能。这个10年前，周通曾是我道宗最耀眼的弟子，他从荒殿 晋升到天殿，只用了1年。我曾对他寄予厚望，望他能承担起匡扶道宗的重任。师叔也十分看好他，一直打算将大荒无经传授于他。周通父母早年双亡，他是与长姐相依为命。 后来，他的长姐被异魔所杀，他亲眼目睹了杀他亲人的异魔逃入了辕门。辕门，辕门禁止周通追杀异魔。童儿，为师劝你暂且隐忍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杀进辕门呢？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保护，还谈什么降服异魔？ 守护天下，童儿，我们总有一天可以报仇的，但是眼下不是时候啊！眼下不是时候，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？三宗口口声声除魔卫道，可事到临头，也不过如此。那么好，道宗不敢出头，我出。 三宗不敢杀魔，我杀。
只要我周通还活着，我杀尽天下一魔，至死方休。他便不管不顾地只身杀入辕门，将辕门搅得天翻地覆。辕门的三掌教亲自上门讨要说法。当时我刚府接任，根基未稳，很难与辕门争执，我也无力为他出头。他便愤然叛出，倒学了《大荒无经》，发誓再也不与三宗为伍，并立下重誓，杀尽天下一魔。为周通出走一事，师叔恨了我一辈子。这块腰牌，就是他当年亲手斩断的。辕门当年为什么要拒绝周通追查异魔？那个杀死周通长姐的异魔，又去了哪儿？周通出走情有可原，又怎么变成了公敌？时间久了，就成了陈年往事，没人再去追究了。周通总归是个遗憾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把这个事搞个明白。现在，我要先找到三王殿。异魔在哪儿？异魔，杀异魔。不是跟你说过白天不要来找我？道宗来来回回这么多弟子，我是来给你个忠告，今日之内，人多的地方别去。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，把三王殿放走了。他走的时候还杀了应玄子的师叔，惹了不少麻烦。他还想干什么？你想，他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困了那么久，道宗只偿了一条命，他能满足吗？三王殿若真的在道宗有所动作，对你来说可是好机会。应宗主若是也死了，道宗不就是你的了？三王殿什么时候动手？看你那迫不及待的样子。
周东师兄，别叫我师兄。道宗这些年，可没人信过我。那是你不知道，师父一直信你，太师叔也一直信你。真的。当年的事儿，师父挺后悔的。当年的事情，不用再提了。前辈身上的伤，是因为三王殿。是，我在追他的时候被他偷袭了。大荒无经当年我没学最后一式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按理说，三王殿终于挣脱囚禁，该赶紧逃走才是。怎么还在这附近晃悠？一个被囚禁了上百年的异魔逃出来了，他首先想到的会是逃跑吗？不会。那会是什么？是报复。不好，异魔要对道宗大开杀戒了。江浩师兄，这风刮得有点诡异，像是在闹鬼。怕什么？三王殿都跑了。师兄。我们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也要打，坚持住！自毁双目，断了后路，方可死中求生。灭尽眼前所见，一切归于荒芜。冰主第2节已经快修好了，我会继续，我会等他，他也会等我。